李亚，我们不是讲好了，下一个屋子我们买的下楼要有方便，要有公园咩？不然我忘了买咖喱哦，我都懒得煮菜了嘞。你就是讲最好 condo 的下楼就有一个 supermarket， 最好又是旁边还有一个大公园，可以让我们带小孩子去溜溜、散散步，这样子运动的。哦，是咯。你讲的这些条件啊，像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项目的，讲真的哦，你要不要住在 OUG 里面？真的有想过的这个项目，真的有想过啊！如果你了解这个地理位置的话哦，我可以讲啦，这里的交通算是四通八达的，真正的四通八达。你南上北下，东边走右边去啊，都是通得到啊，还要是 direct 可以出到去的。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项目呢，就是在 OUG 里面的啦。那我们现在就继续看下去啦。Hello， 大家好，今天 SY 又带你看房了。今天我们又来到了 OUG 吉隆坡南部的这个方向来介绍这里的一个全新项目了。如果你有留守我的频道的话，我上一期其实有介绍过这里的一个新鲜房本地人、外国人都可以买的这个3或者4房。如果你们想找 ready unit 的话，可以点击上面这个链接，看回上一次的这个房产介绍 Maple Residence。那今天呢，我要介绍的就是 WCT 的这个 Township 发展了。这边的话就是我后面这个沙盘63英亩的这个地皮，然后今天介绍的这个主角叫做 Aras Residence， 它是这整个社区的第3期。我其实之前都有介绍过华联 OUG 63 acres 的这个地皮呢，它的所在位置是四通八达的。然后我已经大概讲解过，它是被4个华人区所包围着的一个社区来的。这一个影片呢，我还可以仔细的跟你讲解它的路况到底是怎么清楚的。来，我们通过看这个沙盘啊，你可以看得到，其实这条路啊就是 Oakland Road 旧巴生路的方向。其实往南边走的话呢，这里就是 Bukit Jalil 嘛，然后这一个高速就是 Kersas。所以今天呢，你要从我们这个社区发展要去到 Bukit Jalil 的话呢，很简单的，其实只要通过这个塔呢，你可以往 Oakland Road 去。如果你在上面这边转左处的话呢，直接去到 Bukit Jalil， 也就是 Pavilion 的方向。那今天你要回来这个社区呢，它有不同的入口，分别是 Kersas 有一个 direct 从大路旁直接可以回来。那今天如果你要走 Max Highway 的话，你还看到还有一个 direct access， 它可以直接把你送上来这里出 Max Highway。OK， 如果你不是走 Max Highway， 你走下面过的话，就是这个，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另外的这个华人社区，就是 Seri Petaling、Kuchai Lama、大城堡这些地方，全部就在这里了。好，这个地点大概了解过了过后，我们先看看这个项目的整个发展长什么样。刚刚说了，整个社区是63英亩嘛，但是这里的话是3.3米 acre 的一个发展来的。整个 Aras 只会有2栋楼，总高是50米高。它作为整个 Township 的第3期发展，它比起 Maple 和 Ward 它是更有优势。这个公寓哦，它的整个概念呢，格局呢，它其实和 Maple Residence 是有一点像，但是这栋楼它加入了这个日系的设计在里面。这个公寓的宗旨，它会做得比之前那几期来得更好。第二点就是这公寓呢，它有2栋楼，它和 Maple 都是一样有南北朝向，就是说你向着北边的话，它会直接看着 KLCC、TRX 那个方向；如果向南面的话哦，它是看着 Bukit Jalil 的方向。其实向南面呢，它可以看得到一个中央公园，中央公园的另外一侧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皮是等待着开发的，所以这个你需要留意一下咯，单位要认真选一下，你可以避开一些被挡的这个可能性。如果向北边的话呢，是它一定不会被遮挡。然后这整个公寓的这个停车场呢，它是有从1楼到8楼这么高的，它有这个 speed ramp， 1楼可以直接跳2楼上，2楼跳4楼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边靠近呢，就是我们WCT 现在有的这个 Food Merchant 啊、Canny Hills 的 Cafe 啊，这些是现在已经有的东西。然后如果等到这个社区再完善一点的话啦，那个店铺开了的话，你在这里的消费啊，还是店面会更多的选择。然后 Aras Residence 的门口呢，它也是有3个进3个出，2个进口呢是给这里的住户进去的，这个第3个入口是给 visitor 进去的，所以它就不会造成阻塞啊 jam 在里面。OK， 然后你再看大门口旁边这边不是有很多树的，这个 walkway 呢，它其实有一个 direct 的直接的通道，可以来到后面的中央。Aras Residence 的位置呢，它是最靠近公园的。这公园不是种树而已，它有很多的步道，里面也会有一些设施的。
讲第9楼的话，我觉得这个项目很符合对于生活有要求的人。那个是因为我们的设施除了有一个50米长的游泳池，我们还会有一个蛮长半室内开放的 wedding pool， 在旁边这个是我们最喜欢的 onsen pool， 像是温泉一样的。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 Zen Garden。Zen Garden 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一个楼哦，它没有这些绿地的时候，就是整个楼就会很像钢骨森林一样，没有生命感。我们这边的种植做得这么漂亮过后了，无论你到楼下楼上，你都可以感受到比较有大自然的感觉。只有这种房子哦，老人家会喜欢，小孩也健康一点的，所以这个是很多的小型家庭、新家庭哦非常注重的一个 feature 来的。我们现在买屋子哦，不是只是看location 跟那个屋子多少钱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看这种细节，当然我们看细节加一点点想象力，其实你就大概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了。以我们的经验来讲啊，这个东西做出来最后outcome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wedding pool。游泳池的后面呢，其实它有一个绿地，就是那些小小的孩子啊，拿着一个塑胶球在那边乱乱踢啊，这些地方就非常合适了。再往后面看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室内设施的，包括我们的这个 VR room 啊、game room 啊、music room 啊、gym 全部都会在这个楼 A、B 的楼下的咯。现在我们讲这边的户型的话呢，它总共只会有2个户型，分别是850 square feet。还有这个1062 square feet， 也就是讲这里只会有2房或者是3房。我们看一下这个 floor plan 先啊 ，OK， 这边有几个卖点哦，我是觉得你们不可以忽略的。第一点就是所有的房间、客厅都是向着外面，没有一个房间是暗的，这是第一点。2个户型都一样啊。第二，我们这里一定有 balcony。如果你有留意过 WCD 这个发展的话了，前期的没有阳台的。但是这个是有阳台的。第3点就是我们的厨房也是亮的，也是通风有窗口的啊。然后我们这边的房子是方正的，而且不太多浪费的空间，这样子咯。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样板间就知道了。OK， 我们现在先来看1062 square feet 最大的这个单位，3房2侧，我们进来看看。哒哒，来，请进。OK， 这个房子哦，来看的时候，我已经是眼前一亮了。我会觉得哦，以这个房子的定位价位来讲啊，它竟然还有奢华感。奢华感呢，它其实不是那个楼的做工设施堆砌而来而已啊。我讲的奢华感是这个房子的格局。它确实给我觉得是有用心，而且非常实际的。你想一下啦，1062 square feet， 你很难会找到有一个独立的中岛 island。可以放得到 island， 同时间这个厨房哦，还要是可以开窗口通风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你再看一下这个 L shape 的 kitchen 啊，加起来啦是非常的够用的。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一个中岛哦，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容纳空间这也是很难的。而最主要的就是哦，这个房子不会让我觉得有很浪费的地方。我一步我就可以来到这个饭桌，放下我这个刚煮好的美味佳肴啦，然后我又可以放到一个很大的桌子。我们这里不夸张一点讲，我真的放10个人坐在这里吃饭都可以的。我还可以坐长一点的。你看我们旁边的空间还有很多，客厅也有横厅的效果，1000多 square feet 有横厅的效果哦。而同时间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 balcony， 这个 balcony 不是小小的那一种，是4片啊。你推开过后哦，大面积的那个阳光啊，直接晒进来啊。然后和朋友在这边 gathering 的时候，他们几多位置坐的嘛，全部都在这边一起玩牌的，几开心啊。然后你跟那个电视的那个动距又不会太靠近呢，这一点就很好。你会利用这个空间的话，你可以在这里再加多一个 solid wood 的吧台，你在这里喝咖啡，我觉得也是相当享受的一个事情啊。当然，阳台的另外一个用处就是，当你要晒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位置就派上用场了这一点就很不错。可能这个发展商他是有听到消费者的声音啦，他在这一期全部都有做阳台了，之前那个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来的。现在我跟你讲这个 master room 也是让我觉得有高级感的地方我再总结一下高级感。第一点是可以放中岛，厨房有窗口，阳台的 sliding door 开阔，客厅宽大。然后现在我们看 master room， 这个 master room 是有一个步入式衣帽间的，所以在这里你的老婆就有一个
很漂亮的位置在这里 make up 啊，选还要穿的衣服啊，这个就可以满足到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空间呢，这是 king size 床来的。你再看旁边的空间，其实是很够的，因为这个房子哦，它的那个定位啊是轻奢，affordable luxurious， 所以哦，我们给的那些东西啊，都会带来一点点高级感，但是还是在 affordable 那边拉到一个平衡点的。我们窗口不算特别大啦，但是它很方，算是不错了的啦。所以你做了那个窗帘过后啦，其实还是 OK 的，好看的。最主要就是如果窗口没有那么大的话，可能它也没有那么热啦，这也是一点啦。然后所有的房间都是配有这个木地板啊，木地板的纹路我也是觉得相当的有质感的。现在看一下这个厕所，因为这里是主人房，主人房一定会有厕所啦。厕所我就单看它的整个色调用料，我觉得还蛮日系的风格的。所有的墙啊，这些位置全部用哑光石头 texture 这样子的材质。到了沐浴冲凉这边的话哦，它全部是用亮面的嘞。我在想啊，它有可能是知道这边长期色给水流的快一点，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两边的 material 是不一样的。你知道1062 square feet 为什么不会觉得小吗？那个是因为哦，我一步就进了 master room。严格来讲，就是讲我从客厅回 master bedroom 是没有经过任何走廊的。这整个屋子我觉得浪费的位置啦，只有一个地方吧，就是这边。讲这边只有20 square feet 罢了，它浪费了20 square feet 顶多。OK， 然后这边就有2个房间。我们先看第2的房间长什么样子。这个房间呢，它也是放得到一个 queen size 床的，旁边有一个衣柜这样子，所以是很够用了的啦。窗口呢，它会小过 master bedroom 一点点，但是也 OK。然后我单看它这样子给的这些材质啦，都是比较厚的那一种，所以我觉得它的那隔音效果是不错的。其实我们买房哦，整天都在讲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到那些房子啊，厕所全部是亮，就这个房子的厕所全部都有窗口，所以它一定是亮。而来到这边的话哦，它其实也是用这2个不同的材质。这边是哑光面，这边是亮面。来再看这个最后的房间，现在这个样板间把它变成了像是工作房，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 sofa bed 这样子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来的，因为如果你的3房2侧的 showroom 你全部都挤很多的床的话，不一定符合所有人的胃口。所以这个房间的话，可以变成我的工作间，也可以变成我拍 video 的地方。如果你家里只有2个人的话，然后可能将会有小孩，或者你家其实已经有工人，或者是你有一个老人跟你一起住的话这个是一个很适合的单位。然后这个房子它是配有2个或者是3个卡巴的，所以我才讲这个房子的无论是格局啊，它给的东西啊，它的 proportion 啊，风水感，我都觉得是一个可以适合我们住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住很久的房子来的。那如果这个房子的那个价钱的话哦，loan amount 你跟银行借呢，大概是借一个700多千左右的。如果700多千的话，每个月的 installment 大概是3000头了。3000头这样子。如果这个不是你找这个价位，你希望可以再affordable 一点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去看另外一个样板间。好，来到我们另外一个 showroom 的话是850 square feet 2房2侧来的。来，我们进来看看850 square feet， 其他的项目可能他们会做3房，但是我们这里只做2房而已。是有 island， 850也可以做 island。850 square feet 并没有妥协生活感，没有妥协生活感，只是找了一个房间罢了它卡巴也是照样有2个的，还是一样的 OK， 然后也是一样有窗口的，然后那个厨房的大小哦短一点点而已，但是你换来的呢大嘛，这饭厅其实很大的，你想下啦，你的家有空间可以放得到这样板叶的一个 table 咩？高级还有多余的位置做这样子，还可以再做柜嘞，你想一下，可想而知这里的空间极宽。而来到客厅的话呢，其实我们是 standard 10尺多一点啦，但饭厅可以招待很多的亲朋戚友 OK， 朋友多的话他们坐在那边一起看电视其实也 OK 的。然后我们这850 square feet 也配有阳台，但是这个 balcony 就从4片窗变成3片窗了啦。这个阳台呢算不上大了，但是你要晒衣服那些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它把大部分空间用在里面。我们先看 master bedroom， 你看 master bedroom 的空间一样是 king size 床，我们这边做了一点小妥协哦，我们这个没有衣帽间我最喜欢在窗边看书剪脚架的啦，对，那窗口也是很大，所以如果对于一个刚刚出来社会打拼，然后想不用一步到位
或者是你有一点考虑租几年过后出租出去的话，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arrangement， 不错的打算来的。因为要知道的就是哦，其实这种两房单位哦，出租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比较快出租出去的，因为打工族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嘛，两房其实 just nice 的，一个房间自己用，另外一个房间汤家也有了。然后有孩子的话，万一有孩子 upgrade 的话，又有房间给孩子住，所以这种两房啊还是 OK 的。三房是已经稳定的家庭会考虑的房型，这种是 new family， 来 new family。我们进来看这个厕所的话哦，它也是有窗口，热水器有 rain shower 都是有的 ，OK， 木地板也是有的。这种房子的话哦，如果你讲每个月的 installment 啊，2000多块吧，老实讲啊，在 KL 这边2000多块是租一个房子的价格吧。现在这个2000多块你不租的话，你买下来是你自己的哦，对不对？其实也是要有这个概念呐。然后先看看这个二房。第二房也是向着外面的哦，每一个房间每个住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那个美景嘛。那他就用这个厕所，不用跟人家争，就是他用的，也是有一个窗口通风极好。再夸张一点，现在我知道很多的 teenagers 啊，年轻人啊，他们的那些鞋子 sneaker， 我觉得这整个墙啊可以 display 你的鞋子，真的是可以 display 很多那些 pop mart 的那种大的那种啊，哇，可以放很多个。现在流行这种，还有讲到最后我要跟你们讲哦，这个价钱啊，你跟银行贷款是贷600多千啊，然后就是每个月 installment 2000多块啊，这是 freehold 哦，KL freehold， 然后又有高级感，又有 onsen 温泉在楼下，又有 Zen Garden， 楼下又有公园，又有一排店等你去消费，然后又有 food merchant Watson、Canning Hill 这些在里面，然后卖这个价格，它 CP 值算得很高，很适合新家庭的。尤其是带有小孩打算升级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ceiling 也高啊，它 standard clear height 是10尺 ，floor to floor 是11尺，算是很高的。OK， 然后这个房子2029年才交楼啦，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现在买的话，你的经济压力不会到太大啊。我们慢慢给嘛 ，progressive。你如果有贷款的话，每个月给一点点利息就可以了。如果你是想找自己住的买家啦，这个会是很适合你的。最主要就是你搞清楚你是去哪里上班的，你去苏邦也好，你去布中也好，你去 KL 也好，你下科萨去下阿浪都好啦，还是你去Cheras，你去Seri Kuching，还有 Mid Valley 啊、Auckland Road 啊、PJ 啊，都是一步到位的啦。如果你会走的话啦，非常方便的啦。这个地点，我觉得你如果要考虑买的话，你必须得是以考虑自己住为主，因为目前为止呢，这整个63 acres 的发展哦，Aras 属于第3期来的，然后它楼下那个公园啊是已经确定了，这里的这个零售店也已经是确定了的啊，但是其他的那几个 base 呢，还没有任何的消息，它到底是盖公寓啊、盖 office 啊、盖酒店还是盖什么，其实我们都还不知道，就是 future development。所以如果你考虑2029年拿到这房子过后哦，它可能不太多商业活动，甚至是它不太多那种 job opportunity 在里面，所以如果你讲考虑自己住会比较实际一点，考虑到投资的话哦，它可能都是租给 family 罢了啊，不太吸引什么上班族在附近上班啊，应该不是这种定位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设施，你可以看到它特别多的 facility， 好像你讲 EV charger 这边有很多个，然后设施游泳池这些都做得非常的 livable， 又有公园，很明显就是给家人 family 一起用的。我再跟你讲啊，如果今天你年纪有点大了，你想要 downsize 房子的话，讲老实的啦，这个房型老人的适合，因为为什么？你到楼下就可以散步哦，你骑个 scooter 走几步路啊，就有 supermarket 啊，这个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想要的生活类型。因为大大的屋子已经没有意思啊，没有这样多人住在里面。然后这边的房型方正，客厅宽大，万一脚不方便什么都好啊，那个轮椅也是容易转弯嘛，你知道吗？容易照料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项目。对于我们生活有要求的人来讲，设施的这种完整度哦，也是非常的适合有小孩的家庭啦。如果你打算把孩子送去附近上学的话，我们这里学校其实也蛮多的，又有华小啊，又有黎明啊，不贵交流那边又有一个新的慈济，有老人的话一起生活，偶尔去 body check up IMU 啊，Columbia 新的 Wellness City 建好的时候，这里几多选择啊。
OK， 所以这里哦，它的那个未来发展潜力其实是很大的，但需要时间等哦。今天介绍这个房子就到此为止。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那就太好了，记得点赞、follow或者是分享给有兴趣的人知道。如果你想了解这个项目更多的话，可以预约个时间给我们安排 appointment， 然后点击上面这个号码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我是 SY， 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然后我会一直分享我觉得很不错的房子。今天分享到此为止，我们就下一期见啦，拜拜。